提起地铁，多数人想到通勤与列车，但苏州地铁正打造不一样的地下世界，换乘站变生活枢纽，地铁站里能吃饭晃电，书写地下空间活化故事。推动这场变革的是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金明董事长，他从土木起步，历经路桥施工、城镇规划及政府多领域工作，如今以经营轨道、服务人民为使命，打造出全国首个地铁开放大食堂、汇星联品牌等，让地下空间成为明星会客厅。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聆听他的见解。金董，我昨天晚上在广济南路站看到是琳琅满目的商业，你们当初是怎么想到把这个商业和我们的轨道交通融合在一起？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场景是我们规划已久的一个愿景吧。广济南路呢，也是我们第一个全面改造的一个换乘站。那么我们从这个市民乘客的角度出发呢，我们一直也是想把商业战略作为我们地铁公司能够提供更多的衣食住行游购娱建一体化的一个生活模式的一个推广。所以我们现在苏州地铁的这个使命，我们已经提升到了经营轨道、服务人民，就是交通枢纽也变成了一个生活枢纽，一个经济枢纽。那么我们也是线下流量之王，所以我们如何把客流变成我们的消费，变成客户对我们地铁一种向往的一种特殊场景下的很多的一种生活的期待。所以呢，这个商业街原来的样貌，可能我们在一些展示已经给您看过就是原来呢，我们地铁商业如果你不加改造的话呢，它都有几个难点，至少有3方面。第一，光线没有自然光；第二，没有绿化第三呢，通风这些呢，给人家的感觉也不是很好，没有地面那么畅通空气。那么对于我们一个从业者、经营者和生产者来讲呢，还有一个改造的最大的难点和痛点，就是风险大、成本高。所以我们比在地面搞商业，它的难度要大得多。但是地下搞商业它也有优势比如说那个天气极端的气候特别热特别冷，在下面就舒服了，是吧？是的。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这样的一个冬暖夏凉的优势再把这个光线问题、绿化环境的问题，是吧？那么加以软化。就是你把这个地下的这个一些原来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所谓的一些不足缺点的地方，就通过光线、通过绿化、通过这个装饰，是不是对，把它营造成一个比地面看上去好像更舒服的这样一种感觉。原来从简单的纳凉区已经升级为了这个，特别是寒暑假，我们老年人带着小孩子在这里就是整个待一下午那么他的游玩是吧，还有他的消费，都愿意交给了我们地铁公司。所以地铁公司的这个商业策略呢，它还是应运而生的。听说你们还是要推广这样一个商业，不仅仅是在一个车站。对，我知道的好像说是这个711要到有50个车站，是吧？还有其他几个车站也在升级这方面你们是怎么考虑的？规划当中，应该说我们自己创建了一个汇星联的品牌，我们是从第一个星联书站开始的。原来我们考虑这个
大家是讲连向这个交通，连向未来，连向生活。因为我们这个苏州地铁呢，也有这个改革开放啊，还有人员密集的一个新场景的展现，所以我们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地方的地名就是有新湖街、新港街，是吧？所以我们把它变成新联书站。那么我们又把它升级为了汇新联的品牌，那么汇聚民心，汇联你我。第一个汇呢，就是把民心都汇集在我们地铁上啊，不光是这些品牌的企业，还有我们这些明星的乘客啊，都是行行业业的明星。那么汇，第二个汇呢是实惠，用心来创造实惠，创造价值。在汇联你我，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定位，因为地铁是一个奢侈品，是一个城市又是一个超大型城市的必备品，那么它也是一个易碎品，所以我们地铁公司它在安全生产方面那都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种安全的基因通过商业的改造，能够附加这个带给这个乘客游客。所以我们也是想传递这样的一种就是叠加效应，让生活方式的改变能够体现绿色低碳。所以我们马上要在苏博站这也是一个网红站，要推我们的商业街和大食堂还有南门站。它也是有相亲角都是在我们地铁站里面，那么也把我们的新联书站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线都带过去，所以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地下空间变成人民能够成为它的一个会客厅、汇聚点让它到就是我们这里就是等朋友一起吃个饭。成为一个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在广济南首创了全国首个对外开放的一个大食堂。那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就是内部的资源外部化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同时也是展现了我们不断扛起了这个运营安全、建设安全的这个职责，还把食品安全扛在肩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为解决一些市民关心和困扰的社会问题我们地铁公司愿意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能够带动全社会的这些商家一起来努力向上。其实讲到你们这个地铁食堂是吧？我也用过几次确实呢是我感觉到这个价钱呢也非常实惠，味道也很好。关键的是什么？是那个服务好。这个服务就是让你感觉到非常贴心，而且呢，这个本来这个是地下嘛，就像您所说的，有的时候地下有一种压抑的感光线不行，但是这个地方你没那种感觉。对。特别是晚上去，你本来外面都是黑的，但是反而到了下面就感觉到非常的亮堂。对。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苏州的轨道交通其实不仅仅都是地下，据我所知，你这个2号线就有5个车站在地面上的是吧？对。那么地面上呢，你们是怎么考虑这个商业的呢？地面上原来我们有5个高架站，那么这5个高架站呢，它自成一体。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讲呢，那个高架站比这个地下站的工作环境要差一些，因为它这个日照包括温度是吧？就是不利天气的时候会有影响，特别是严寒酷暑的时候，它没有这个优势。对。但是呢，它的显示度比较高，对吧？过去呢，我们在10几年前第一批车站建设的时候呢，都不是商业专家规划设计的，所以呢，它的那个功能还有形象已经比较破旧了。所以这一轮我们又把它升级改造，让它的显示度更加的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乘客和商家认为地铁天生就是做商业
就是一个商圈。我们引进了我们的邻里万家啊，也引进了各方面的这种健身包括我们的这一些老百姓需要的这种餐饮和娱乐的这种业态，其实是一种综合商业了对，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今后我们的每一个车站都能够成为服务市民的最后1公里的一个美好的载体那样子的话呢，就是让更多的这个就是便民服务便利消费，还有你家的健身房就在我地铁站里，我们都能够提供。所以一揽子的这样的一种产品线的推出是我们地铁公司未来形象的一个打造。其实您讲到那个站的，我就想到以前你经常说的城站一体化，是吧？城站一体化呢，你比如说在日本的一些地方，它是用了17年，甚至于20年来建设。那么在你们这边的话，是怎么一个规划呢？我们也是有一个20年的战略，因为建地铁，国外的经验已经100多年了，而苏州的经验差不多在20年左右，所以我们想再用一个20年，把我们现在所有的270个车站都能够进行商业化的改造，让它把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优势、交通的便捷，还有性价比好的这种商品，通过我们地铁能够展现。所以我们现在对标的是日本东极地铁那么也是希望它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战略呢，能够实现我们地铁行业这样的一个自我造血功能自负盈亏，减少财政的补贴，既把老百姓的生活困扰解决了，又把我们是财政的这样的一个担心也给它分担了。那么我们这样的作为一个企业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才能得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